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 4.3%， 市场一度期待中国政府发出大规模财政刺激的信号，但7月3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却没有这样做。会议承认经济面临困难挑战，要求加快财政支出，却没有触及造成内需不足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增长模式问题。会议提出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说明中国政府知道巨额顺差正在引起国际反弹，但它似乎也不准备放弃依靠先进制造业和出口维持增长的路线。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了全面从严治党，最后要求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过去反复强调的全年增长目标，这次也消失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中国政府选择的不是经济学家普遍期待的提振居民消费，而是水网、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习近平究竟是认为经济还没有遭到必须救，还是承认经济困难却找不到愿意使用的刺激工具？又或者他真正想解决的并不是居民收入、消费和房地产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干部队伍和整个党国经济机器的运转问题？换句话说，习近平是真的不着急，还是他所着急的事情和普通中国人以及经济学家所着急的事情并不一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主理人李厚成。我们将从这场相当沉闷的政治局会议谈起，讨论习近平为何不急于刺激经济，以及中国是否正在经历一场比经济刺激更深刻的权力重组。厚成你好。你好，非常高兴。你注意到从2022年到2026年7次年中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重心经历了明显的变化，你能不能先帮我们梳理一下这条脉络，回看这7次会议，就是习近平对经济下行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其实因为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因为好多外国人说中国政府也是说中国这种体制有很多不好，但有一点好，就它没有什么短期目标，它都特别从长计议，这个国家能够做特别长的规划。他们一想的就想到这个中国制造2025，说你看这中国新产业多厉害。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从2020年到现在这7次在7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因为整个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是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嘛，它就是因应于上半年的这个经济挑战来做调整的。如果我们来看这7次，所有的内容都非常不同，而且指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就是今年指东，明年指西，就是笼罩在中国经济决策上面那层这个长期主义的这个光环可能要被打破。我可以帮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也一起回忆这波澜壮阔的7年。首先是2020年，2020年初期有这个疫情嘛，而且之前刚刚跟美国打了这个贸易战，所以2020年他们是感觉特别长期主义的，就说呢这个中国经济要打持久战就不能够迅速恢复外部，所以2020年呢也开始提这个双循环，就是我们要搞这个国内大循环为主，然后国际循环的双循环驱动，而且2020年明确说啊，这个政策要从这个短期经济增长转向这个产业链安全啊、国内市场科技自主，就说的特别好，而且感觉这个困难是长期的，所以说要做好这个准备。结果2021年，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当时因为2020年中国早期经济刺激这个疫情防控还不错，导致中国这个出口暴涨，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中国房价的高峰期和这个土地出让金的高峰期也是2021年，所以2022年突然一下觉没什么问题了。就我之前写书我也说，这个2021年是中国人这个国力和民意的高峰，大家都觉得这个中国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到2021年突然又不提这个经济这个长期持久战困难了，就开始说啊，这个我们要做这个跨周期调节，要警惕地方执行过度。这个跨周期调节的意思就是逆周期调节嘛，就是现在属于周期比较低，所以我们要刺激刺激。跨周期调节呢，就是说不要看现在这个周期比较低，要考虑到以后周期高的时候不要过度。突然2021年呢就没事了，就是说主要是要纠正这个运动式减碳啊，不搞急转弯啊，这个政策怎么着。但2022年就不用说了，这个不然因为防疫政策这个经济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所以经济比较大的波动呢，2022年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常识的，就是稳民生啊、保交楼啊，就是努力实现全年目标啊等等等等。好，这是2022年。2023年啊，突然问题又更严重了。2023年突然意识到啊，
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风险隐患，外部严峻。而且2023年是中国第一次承认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首先我要强调一点啊，这个7月份这次政治局会议，其实很多重要的政策转向，像双循环驱动啊、房地产供需发生变化等等等，都是在这个会上提出的。我觉得这个会甚至比那个12月那次含金量要高。所以2023年这次呢，是有一些比较实质性的内容的。所以政策马上转向房地产松绑啊、一揽子化债啊，都是这一年这个时候提出来的。所以很快就有这个房地产政策松绑，从2023年下半年各个城市放开限购啊、放开这个首套利率和首付比例啊等等就出来了。所以2023年呢是承认了这个旧增长模式出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等等等等，包括8月份还有这个印花税减半去刺激这个股票市场等等等等。好，然后2024年呢跟2023年有一定的这个延续关系啊，就这个有效需求不足，而且经济运行分化，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期啊。而且2024年非常特殊，7月份开完之后不过瘾，9月26号还又加开了一次，应该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加开这个经济会议，所以立马就部署了我们今天还记得的这个2新，就是消费品以旧换新和这个生产资料以旧换新、生产设备以旧换新，这2新的政策。所以24年的2新政策算是虽然没有给居民直接发钱，算是直接给居民的消费提供了补助，对吧？这算是一个消费刺激政策。所以202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7月份和9月份呢，也是有实际的这个决策和实际的政策转向的。2025年就开始转了，你看到2024年我们还是认为啊，这个国内需求不足要刺激需求。2025年的政策重点就转了，变成这个企业无序竞争，重点行业和地方招商引资出现了问题，对吧？那这就预演了今年。所以2025年呢，中央又觉得好像不是需求不足啊。我觉得原因是因为2025年上半年跟美国打这个贸易战，川普上台嘛，撒上4月初全球关税，当时感觉好像打得有来有回啊，国内信心又开始增加了，而且这个习近平可能对于这个政治清洗和政治体系的不安全感就上升了。所以2025年呢，又不是这个需求不足了，病根就转向了这个企业无序竞争，就是反内卷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2026年就更是了。2026年呢，这个有效需求不足这点都没有了，就中国突然问题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了，中国的问题进一步变成了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好像经济问题的本质问题是地方执行问题，这干部的政绩观不对。所以说今年你看从年头到年尾，除了出了一个什么2026消费振兴计划，其实没有任何实招之外，今年连这个刺激消费需求都不是特别讲了。所以从2020年认为啊，这个中国经济要进入长期持久战困难，到2021年突然问题又没了，到2023年终于意识到啊，这个新旧动能转换出现问题，到2024年开始出现这个内需是问题啊，要刺激内需，到2025年突然又不是内需问题了，是党的问题，到2026年彻底变成这个党体制制度问题了。所以整个从2020年到现在，感觉中央对于经济问题的诊断和经济问题的方针出现了几次急转弯。那到2024年是大家最看得懂的啊，中国内需不足，所以说要想办法刺激内需。转到今年又变成大家最看不懂的了，怎么会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这个党体制治理的问题呢？为什么好像这个正确政绩观有了，中国经济就能好？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就变成这个事儿了。对，大概是这么几次大转向。那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他这次当然他也还是承认经济存在叫困难挑战，是吧？也提出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当然他没有释放任何的这种的大规模刺激的这个信号。连信号就不说措施了，就是信号都没有。就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他领导不着急，还是领导其实有点着急，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工具？还有就是这个会议本身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信息呢？我觉得是。因为从这个领导有没有这个工具上来讲，我觉得工具是有的，我们都不用说什么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我们就从中国体制的工具来讲，他能不能现在扩大中央赤字、特别国债，多搞些项目，能搞对吧？他能不能增加各个省的转移支付，把这个养老啊、医保更一步的补充上，也能。他能不能像过去2新一样，继续补居民消费，汽车也补，体育消费也补，旅游也补，也可以对吧？那包括房地产现在不行，中央收储也可以啊，那么多存量房，中央加大力度收储存量房，变成什么保障房和那个公租房对吧？也可以啊，
降准降息嘛，这也是正常政策都可以啊。包括再次允许地方的基建加杠杆，把这个专项债的事权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再搞点无效基建，对吧？就算是从他们内部的工具来讲，我觉得以上所有工具都可以做，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为什么不做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工具恰恰是总书记认为过去经济问题的来源，就是正是过去这些工具导致了地方的政绩观不对头，地方政府没有完全按照中央的意志来做，导致了问题。就比如说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这些资源的错配，但是我们说资源错配呢，是说因为你缺乏市场机制，缺乏价格信号，是资源错配。但总书记来看呢，是你们不听中央的话，你们自己搞些重复建设，你们搞出地方隐性债，你们在房地产上乱搞瞎搞，导致了资源错配。所以说我觉得中央现在认为呢，如果继续沿着过去的路径，会导致进一步的资源错配，所以必须先解决这个干部跟中央不是一条心，不能够从中央的高度来考虑和遵从中央计划的问题，不然的话呢，继续做这样的刺激还会导致更严重的这个资源错配。这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思想就是你站在习近平的高度是吧？是这么想的。对，站在习近平的高度思考。所以今年里面提了逆周期，对吧？要继续去解决这个逆周期问题，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而且今年没有提。你先跟我们说一下逆周期这个话怎么想？就好奇怪呀，这个中文的语言就根本我都不知道应该英文翻成什么。中翻中嘛，所以我们这个做这种节目就是中翻中的节目就是他为什么提周期是这样的？就中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经济是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周期这个词是来对冲结构性问题的。就中国经济不好，不是因为结构有问题，是因为经济有周期嘛，经济有低周期、高周期。现在的问题只是处于低周期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的结构性问题。所以老提周期呢，是拒绝结构性困境。那么又有两个要中翻中的词了，一个叫逆周期，一个叫跨周期。逆周期呢，就是现在是低的周期，所以低的周期呢就要减息刺激经济，那高的周期呢就要这个加息去抑制经济过热，对吧？这是他们的想法。什么是跨周期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有战略定力的国家，我们在考虑下一个高的周期是什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为了刺激这个低的周期，是为了下一个高的周期做谋划，要么呢是积累高周期的动能，要么呢是遏制现在的动作太过盲动，导致高周期过于过热。所以我们这个眼光特别长远。所以中国经济一旦特别好呢，他就既说逆周期也说跨周期；一旦经济不太好呢，他就不讲跨周期，就是让领导干部们不要有错误的认识别想跨周期，你就想逆周期的事儿。所以今年呢没有提跨周期，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矛盾，今年话语没有提跨周期，在说逆周期，但所有手段都是跨周期手段。像六张网这种，这不是能够解决今年问题的。你今年能投多少钱？那能够解决今年问题的所有的补贴一样没有，对吧？按理说逆周期的方法就是增加转移支付，补贴居民消费，降准降息嘛。中央拿点政策工具来，这是逆周期。但今年的工具全是跨周期工具，所以话是逆周期，但做的事儿全是跨周期，这是他沉闷的点。就是我高瞻远瞩，你们要听我的话，就这么执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你们要听话，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我是一个地方干部，我是一个市级的市长，我看了这个报告会怎么想？这次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如果是地方政府会延续他过去几年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无所适从，就是你不让我躺平，对吧？要整治躺平，要整治懒政，懒政就要被抓，但是我似乎任何动作都是盲动。所以任何我自主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市是不是要搞个文旅经济？不行，已经有干部下马了。你说我们市是不是要搞点经济生产力？已经有干部下马了。现在好像地方干部唯一的想法就是好，那我就等你的命令，而且我要等你非常明确的命令，你要我干啥我就干啥，要么呢我就要按照中央监察组的要求来执政，就是根据过去的监察要查这一项目，我就要匹配这些文书去应对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地方处于我既不没法懒政，但又不知道能做什么的地步，就甚至现在连中央配合我的工具都没了。我过去还搞点什么两薪两重现在连这些都没有了，但我干啥呢？我干别的就是盲动，就是错误的政绩观。所以我现在应该干啥？我觉得现在应该大家很困惑吧。这个困惑已经反映在经济数据上了。
这个正确的政绩观是从3月底开始强推的，今年4月和5月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政府投资增速都是2位数下跌，所以说这个无所适从已经反映在经济数据上了，这也是2季度经济数据这么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正确政绩观。那我们往回退一步吧，就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经济问题会越来越被理解为就是政治和组织的问题。就说，这次会议就是先是一开篇，我那天看了一下，我也疯掉了，我就觉得怎么一开始就大篇幅的在这讨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然后才说了经济，就是在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习近平首先想到的是整顿党？我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就说这个会议需要决定5中全会的议程，还是说他真的是把经济困难部分归因于就是这种的党的这个执行机器出了问题？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因为5中全会所以提全面从严治党啊，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找到另一个文件，我觉得不是如此，就是因为一般开完这个会之后，像央行就要出央行的学习这个会议的文件嘛，央行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技术官僚部门。那央行的文件里面，我觉得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点啊。央行在总结上半年工作时候呢，货币政策第一位，从严治党列在第7。一般这个文件就是分2部分嘛，上半年工作，下半年工作。但央行在列下半年工作的时候呢，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第1，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第2。所以说，你要是都是5中全会是政治，那上半年你写第1，下半年写第1，就是纯空话嘛。但明显总结上半年工作，从严治党第7。部署下半年任务，从严治党第1，这个顺序调整其实非常说明问题。第二，这个什么叫从严治党呢？所谓的央行的第一议题啊，写明白了，请示报告、巡视审计整改、干部选拔和反腐要求。也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这不是一个政治空话，代表有报告、有巡视组织审计，而且影响干部选拔。今年是21大的前一年，所以今年密集的政府换届，地方省市各个部委政府换届，所以说今年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呢，又跟这个各个领导们野心的这个实现产生了这个连接。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从央行这个文件上来看，它不是仅仅因为5中全会，所以说它必须写在第1段，不是，它就是在影响今年的经济工作。在央行的下半年工作，这已经是货币政策之前的工作了。第一工作就是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第一议题就是请示报告、巡视审计整改、干部选拔、反腐要求。所以在具体经济部门里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工作，而且是实质性的工作，不是符号性的工作。所以它不是一个礼仪性的议程，因为要开5中全会，我们得提这个话，它就是个实质性的工作。就回到你说那个问题，就他们为啥觉得这个经济问题是这个干部执行问题呢？对，就比如说我们认为啊，中国通缩，对吧？我们认为中国通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你内需不足导致通缩嘛？他们通缩认为不是，是因为企业打价格战。为什么企业打价格战呢？是因为重复投资。所以通缩不是因为中国内需不足，就是各个省市重复投资来导致的。比如说，就是通缩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钱或者不愿意花钱，而是因为企业打价格战，非要低价卖给老百姓。对，所以你看，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反内卷不是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投资，是发改委约谈这些企业，你们不能再打价格战了，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中国地方债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整个激励体制失衡嘛，就是你没有向民营企业和市场释放资源的能力嘛，你资源的能力全部在政府，他们认为是投资冲动，是地方干部的政绩观不对。就如果你有正确的政绩观，你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非要搞一大堆项目，中国就不会这样。他们想要让干部去干嘛呢？就是今天说的6张网嘛，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生产力，解决好化债问题，就高质量发展那套嘛，就不是发展速度，而是一系列无所适从的彼此矛盾的经济目标，需要地方政府去完成。我今天想讲一个最奇怪的是，他们认为这个他们的思路跟我们觉得最拧巴的部分，比如说现在内需不足，消费不足，那在居民看来就是没钱嘛，说白了，第一没钱，第二福利体系不好，我怎么能消费嘛？但在他们看来对，但在他们看来啊，这是因为供给不对，你没有效精确的供给。在他们看来，居民有钱是因为养老、服务消费、旅游、教育供给不够，你只要供给到了，居民就会消费。
这是这次文件里明确写的。他看着大家有那么多存款，是不是？对，每年还增长，对，肯定是个想法。你们怎么不花钱呢？对，你看每年这个存款增速这么高，肯定是因为供应不对。你看这个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疯狂的想法，但他们这个想法可能有他们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习总是著名的这个供给侧改革经济学家，就是他只会供给侧，不知道什么叫需求啊，不懂。而且中国过去供给改革呢，你说有没有起到效果？也有，对吧？就不管是电商啊、互联网加啊，这个商品发达啊，确实中国这个就是居民消费是在经济增长的时候是。对，所以他就认为，你看现在这么高的就像你说的这么高的储蓄率，居民有钱啊，为什么不花呢？供给不精确，所以说要搞精确的供给改革 ，AI、养老、旅游、服务消费、教育、育儿。只要这些做到位了，居民钱就会掏出来，这不是废话，这不是痴心妄想吗？但 anyway， 这不是我的话，就是这个文件里原话就这么说的。所以说，你看，而这一套呢，在他们来讲，也不是要市场来解决，这就是地方政府作为啊。就这些东西可能 GDP 不高，但在正确的政绩观里面，这就是正确的政绩。所以你要是个地方主官，你要去扩大这些有效的、精确的供给，才能够完成。那你来扩大这个供给你做不到啊，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就符合国家的要求，把这些供给的基础设施做好，信息网啊、AI 的数据网啊、算力网啊，这些弄到位了，在 AI 加的这个顶级战略之下，可能就行嘛。就是习近平理解的需求和一般经济学意义上我们大家理解的需求是不一样吗？就是你建 AI 建这个网那个网和这个需求有什么真正的这个直接的联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觉得确实有需求。就首先在其他国家，这个 domestic demand 内需，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居民消费，但在中国它确实不只等于居民消费，就是消费和投资在中国来讲都是需求。比如说政府投资对于中国来讲也是需求，对吧？我去建一个水坝，我去建个高速公路，这不也是需求吗？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中国需求本来就有两部分。它既有居民的部分，也有这个政府刺激的这部分，所以对他来讲呢，不一定扩需求就只要给居民来，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他这个需求就是所谓的这个供给侧改革，就是他们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供给创造需求，就我们认为是收入创造需求，对吧？或者说这个可支配收入创造需求，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供给侧改革的思维来讲啊，他认为供给创造需求，怎么来创造？他认为怎么创造？就是我们对于资源错配的想法是没有足够的价格信号来引导需求和资源匹配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资源错配的想法是没有足够的，还是一种偏指令经济的思维嘛？就没有一种足够精确的东西能够提供。比如说，他们看西方，他们也能看到，你看这个西方的房价这么高。土地政策这么畸形，导致这个土地供给不足，导致房价激高。你看，这就是西方供给不足导致需求不足的实例，对吧？所以美国搞那个 abundance 就是丰饶议程，里面也有一些学习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嘛。所以供给创造需求这事儿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在中国呢，它被推到了一种极端状态，就是在中国认为一切都是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说，只要供给到了，你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能辩护啊，我用这个市场经济能听得懂的话，只要供给到位了，价格就能够下来，价格下来就能刺激需求，对吧？比如说很多国家消费不起房，消费不起其他电子消费品，过去这个智能手机推进没那么快，是因为你们不会搞供给，只要搞供给，这玩意儿就能变成2-3千亿倍，变成2-3千亿步，不就需求就出来吗？所以说足够的供给就能刺激价格下调，价格下调就能刺激需求扩张，需求扩张能反哺企业做大。中国一直就做这个东西嘛，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的体系啊，就是实际需求呢要靠供给来提供。就比如说现在他们可能认为这个养老消费为什么不够呢？是因为做的人不够多，做的人再多，这个价格就能低到居民消费得起的地步。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工资已经低到这个部分了，还要高到什么地步才能够让人消费得起？对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中年人都没有工作了，都要动用自己的存款了，你让人怎么去想这个养老的问题？现在先能过得下去再说了。就是23年、24年，他们觉得还是要这个提供一些消费刺激，让居民来消费。但25年开始就觉得
不是长久之计。像我们这种有这个战略定力的大党啊，还是要搞这个跨周期的事情啊，要从长计议把这个问题解决。我自己猜啊，是不是有一部分就是要居民消费实在是一个太难指挥的事儿，索性我就去指挥这个企业去了，这样子企业是稍微好指挥一点的呢？这不瞎猜的？我觉得这是不是瞎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第一，这背后为什么他们对于居民刺激这么抵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吧？这个全世界都不抵触，但中国真的很抵触。我觉得这个抵触本身是有原因的。我觉得，当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福利观。对，这个福利观就是像国外认为福利很简单嘛，就是二次分配嘛，二次分配就是他账户上钱多少嘛，所以你账户上钱没有了，你就各种方法给他钱，不管是育儿补贴，直接给他发钱就给他发钱。但习近平有一种特殊的福利观，或者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福利观，也不止他了，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党特殊的福利观。对，这跟社会主义有关。我觉得他这个福利观是生产主义的，就是福利不是要给钱，福利是要帮助他劳动和就业。当然他其实也我以为你帮助说的那个福利观是不养懒人的福利观，他不自己也说嘛，是不养懒人，也是不养懒人，也是不养懒人。对，但他有逻辑啊，他不是说我恨懒人，而是他认为呢，给钱没有用。生产主义福利观就是，如果你能接受职业培训、能够帮助你劳动，授人以渔，这才是，就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靠纯保障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他们这2年又开始搞一个词儿，叫投资于人，投资于人。就什么叫投资于人呢？你说你搞投资于人，每年教育支出占 GDP 比重在下降，你这搞什么投资于人？但是他们这个投资于人大概意思呢，就是劳动参与率啊、人口质量啊、长期生育率啊，就这些东西。我认为你应该写一本习近平词典。中翻中，对吧？中翻中，对对对，因为你经常你说的一些话，就是我当然也看了，但是我都经常我一看就过去了。你这今天一下冒出来这么多词，我都有点消化不了了。对，OK， 这很重要。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研究我记得哪个智库其实有这么一个数据库。就是他们有好多中国的这个 terminology， 就是这些术语词汇，有的，然后术语词汇他们做得特好，就是从哪个文件里来的啊，他们也分析了，他们觉得是啥意思啊，是一个外国人做的，但这是个西方的那个英文的，对，我们需要你给中国人写一个，我觉得你是最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非常对我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对，我们先还是来回过头来看，就是这个他为什么就是这个经济问题被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下子就抬高到成一个政治问题和这个组织问题。对，就说你可能具体的跟我们说，就是在他看来，就是他这个经济的执行机器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是地方政府太追求 GDP， 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还是干部躺平啊、不作为啊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说，你能给我们又站在习近平的高度给我们说一下，他大概觉得是个啥问题？我觉得这2个问题都有，但是比较偏重冒进盲动的问题。就比较偏重就是想做但是做过头或者乱作为的问题，就 OK， 我们把它分为不作为和乱作为吧，这2个都有。但我觉得所谓的这个正确政绩观，因为正确政绩观是这次会议文件的结尾嘛，就以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开头，正确政绩观结尾，就正确政绩观偏这个东西。这东西呢，就是过去靠这个土地啊、融资啊、产业投资啊，不当的招商引资来做。我举个具体的例子吧，不然这么说太空了。就是过去中国有一个被大家认为很厉害的干部，就是搞淄博烧烤那个干部，就淄博市市委书记姜敦涛，那个淄博烧烤搞得有声有色，对吧？结果这个人今年下马了，下马时间就是3月底正确政绩观推出之后，这个人下马是之前啊，他的下马的公告是4月24号推出的。他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什么腐败啊、家族腐败啊、权钱交易，不是。政绩观严重偏差，急功近利，盲目蛮干，为追求短期亮眼政绩，快速造出亮眼成绩，他强势推进金融招商，跳过专业评估，绕过集体议事程序，违规引入私营企业，擅自安排国企大规模融资，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交由私企随意支配使用，长期放任监管缺位，直接埋下巨额国有资产损失重大风险。所以说我觉得地方政府一读这个，那就什么也别做了呗，对吧？那你就转向了不作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很有意思啊，
我觉得它是在这个乱作为和不作为的这个反复循环之中。因为刚才这个人做的事情，金融招商，比较快速的引入私企投资，安排国企融资，设立引导基金，不就是政府的刺激经济的基础手段吗？过去政府不就是靠这些来吗？但如果这些全是问题，这些要导致你下马，这个叫政绩观偏差，急功近利，盲目蛮干，那地方政府就不知道干嘛了。不知道干嘛呢，他就要躺平。那躺平呢，今年政治局会议也说了，要干部以昂扬向上精气神创造成绩，要积极发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如果要写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它的标题肯定就是既要又要。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既要又要还要，但既要不乱作为，又要不作为。但这个呢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我认为这两个相反任务其实会有一个棘轮效应啊。这个棘轮效应虽然它偏重冒进盲动，但最后还是会主要会作为这个不作为或者纸面作为的问题。因为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做多错多，尤其是强调这个正确政绩观之后，那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干部就是不作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认为经济问题为什么是政治问题的原因。那么这里面如果要往深一点说呢，我觉得经济问题其实是央地权力的原因。对，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对，就在他看来，所有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决策的部分都有可能导致这个急功近利、盲目蛮干。所以地方政府如果能够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则，按照中央政府的计划来做才是可以的。所以总体上呢，他对于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应该非常低。当然这个不是新闻了，就他对于这个干部体系，不管是军队的还是行政的这个信任程度低，这个非常非常的正常啊。但这个信任程度低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在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说说这个背后隐藏的这个制度的矛盾，还是很值得讲的。我觉得第一方面呢是，其实从朱镕基税改之后啊，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就严重的不匹配。今年上半年有另外一个数据啊，中国已经清零了另外一个东西，清零了所有财政自主的省份，连上海和浙江也清零了。清零之后呢，财政部说这个正常现象，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啊，这个正常现象才怪了。现在中国呢，是因为土地收入是过去政府最重要的收入，这个收入现在到1/4以后呢，税收就全是中央的了。那税收全是中央的，但大家也知道，中国不管是地方的三保还是地方的养老医保，都是地方财政的事务，保就业也是地方财政的事务。所以地方现在处于我又没有钱，但是所有的事权又都在我身上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权财权不匹配呢，导致地方其实从容的空间几乎没有。因此之前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奇怪的 NGO 行政体系，就是地方政府要拿这个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不是一口气划给你的，转移支付是由名目繁多的各种项目，就地方政府像 NGO 一样啊，中央政府就写 grant letter 是吧？对 grant letter， 对，中央政府有2000个项目，对我打申请要去拿，但中央目标呢又彼此矛盾，对吧？我申请一批化债的钱，但这个钱只能拿来化债，就是经济空转，不能帮我解决别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钱可能就特别多，但我其他项目的钱都申请不着，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拆东墙补西墙，这简直是必然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你越这么做，中央就越觉得你不可靠。我就是想问你这个，就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决策权就是越来越集中，是吧？但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和这个干部队伍的这个信任却越来越低，就是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就说他的权力这么集中了，就是你把钱全都收了上去了，你为什么反而担心这个地方不执行你的那个命令，然后甚至欺骗你？就这是一个什么心理？你再给我们站的高度想一想。我觉得第一是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个财权事权不集中，财权事权对这个不集中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啊，因为中国很大嘛，中央政府在中央嘛，它势必还是需要地方去执行，它也不可能靠自动化的方式完全执行，它可能未来会想这么做，但现在不行，就地方要来执行是一定的事情。第二呢，又像我们刚才说，中央的目标所谓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是有必然冲突的，你又要稳增长，你又要化债，你又要稳就业，你又要治理内卷，你又要发展新产业，又要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剥夺地方的这个招商引资权利。所以中央政府的彼此矛盾呢，又导致地方的执行中呢，就是左右掣肘，这是一个根本的矛盾，它导致无法信任，因为你定的目标就是
彼此矛盾的，所以地方往哪方面做都像是有错误。那还有一个呢，从16年开始问责这么严重，对吧？问责这么严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啊。你问责越严重，导致地方的行政越黑箱，就是因为你的问责这么严重，地方就一定会有延迟报告啊、包装成果的动机。你压得越狠，他包装的越厉害，他包装的越厉害，你越不信任他，你越觉得你要派巡视组继续去看他到底怎么样，对吧？我觉得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中国是一个中央政府绝对不能错的国家，对，所以说自身路线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失败当然是执行的问题了。那失败要是执行的问题，那我对你肯定就不能信任了。我觉得这是多重嵌套的一个死局，高度集权，但是低信任。就越来越是这样，是吧？就是其实以前是基本的框架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是有一些空间的腾挪的空间的。现在这种空间越来越少，然后就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就是中央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是你再来催我的时候，我再做一点点，只能然后包装成纸面上交给你就算了。对对，那这样子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就是他开始就是不承认就是中国的经济，就说或者是中央的经济政策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他想做一些纠偏啊，那现在就完全就去年是产业是吧？你们企业都是不要内卷了，对你们的问题，今年是成了干部的问题。那这样子下去，那还有可能再回来说中国经济可能需要以更根本性的一些纠偏啊，或者是转向啊，或者是调整啊，还会吗？我觉得长期来看是乐观的，肯定会。是因为会的原因，以前我也讲过，就中国是一个现代财政信用型国家，不管它的政治制度有多么的封建制，但经济制度就是一个现代财政信用型国家。就这种国家的运转是有明显的财政和经济边界的，它到那个边界它就不得不改。但短期来看呢，没有任何，尤其从今年从这次这个政治局会议来看，没有任何迹象。那这次政治局的会议就是一次自我循环，就是中央路线绝对正确，所以说不良结果是地方治理。那解决方案是再次进一步强化中央，因为你们有问题嘛，所以解决方案是再次强化中央。但是越强化中央呢，就越削弱地方的实际能力和地方的真实反馈。那同时呢，就越觉得是地方的问题。那解决方案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当然，这已经不是近2年了，可以说16年之后的中国的模式就是这样的。那这个看起来，从中央决策层的角度好像还没有触及他们能感受到的边界。虽然社会上我感觉社会已经逐渐认为触及到社会忍受能力的偏边界位置了吧，但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有个拉扯的过程。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这样子一个形式和21大有关系吗？你觉得有关系吗？就我当然知道这是非常的就是 speculative， 就是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他这么重视政治，这么重视这个忠诚度，是吧？这么要把这个东西全都卡到自己手里面，让我想起来了20大之前。而且这个呢，我觉得是可以提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可以提从严治党。就是从严治党这个事儿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一次什么呢？同一个主题在6中全会上重复讲。因为5中全会其实是搞这个15-5嘛，6中全会是搞这个党建，但是因为4中全会搞了15-5，当时提前搞15-5了，所以现在5中全会就搞党建，所以我们就跟以前6中全会来比啊。这个6中全会其实挺重要的，他6中全会发表过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81年那次都是超级无敌大的事情啊。这个社会主义新文明建设也是这里面搞的。然后这之前呢，他其实已经搞过一次全面从严治党了。就是2016年的6中全会，18届6中全会，就19大之前，当时就是全面从严治党。那当时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非常明显，因为那会儿很快就要修宪了，所以说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刻呢，要搞全面从严治党。但一般来讲呢，6中全会的主题从来没有重复过，一般就算是同一个主题也改个名字，但是重提从严治党，就是重回2016，这个是第一次。因此今年再提从严治党来作为主题，也是6中全会从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拿同一个主题来用。那我觉得这个意味其实非常明显，对吧？也就是说，那当年要搞这个从严治党跟这个修宪有大的关系，就是他要掌握所有权力嘛，才能够推动这么一个根本性的事项。那现在呢，又是他要重组权力，说明他的危机感和他的这个紧迫性
又到了那样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对于干部体系的塑造绝对是双重原因，就一重原因是他确实认为经济不好是干部的问题，第二重呢，从他的个人动机之上，他又到了一个有足够的动机要来整肃干部队伍的时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21大包括竟然是第一次重提全民从严治党，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我想有一些听众可能就会想着，这个从严治党他不是每天都提吗？恨不得每天都提吗？我觉得就是我党这是另外一个既要又要，就我党把所有的工作常态化，任何一个工作是紧急上来，最后落地都有一个常态化治理，对吧？那从严治党是个运动，最后也有从严治党常态化；扫黑除恶是个运动，最后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但常态化和运动是重提还是两回事儿。像刚刚这个政法委又重提了1年期的扫黑除恶专项整治运动，那么这个呢力度就空前了，肯定是加强的。虽然年年提从严治党，这个肯定是早常态化了，反腐常态化，但是又把它作为五中全会的专题提出来，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专门的意义的。那我想说另外一个，你看18届六中全会2016年从严治党，2026年是从严治党，夹在中间这一届是干什么呢？这是另外一个我认为他们21年干什么呢？这是另外一个我认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长远计划的。这还是我说的，这个21年啊，因为太光辉了，所以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没问题，所以21年六中全会呢，21年你提醒一下大家，21年是有多光辉，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就是你们都来学习抄作业的那一年，大家记得？对，就是那年，而且那年外汇真的很厉害，然后国内我也说嘛，房地产都是特别好，所以21年六中全会是关于党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我记得21年六中全会提了个特别神奇的东西，说什么必然成功的经验，就是我党为什么必然成功，就是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你看，当时觉得已经没问题了，盖棺定论了，结果现在过了5年又不太行了啊。所以说这也是挺讽刺的一点，所以现在又要提从严治党。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央地这个权力的这些，现在都不能说是一种争夺，是吧？现在这地方就没有什么争夺了，就是但是以前中国就比如说这几年西方也很喜欢说的，就中国是一个地方政府的竞争的这么一个机制，是吧？市长经济，我们金克瑜女士市长经济，对，市长经济，然后地方政府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是吧？因为他们的政绩各方面都联系到一起。那现在这样子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有一些的影响吗？就是会有多大的影响？还是现在中国这个经济这个怎么折腾也就这样了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啊，就是这个市长经济不能说错，可能大家最熟悉的是这个锦标赛嘛，就是地方锦标赛，这个很多人说，那中国确实如此啊。中国从最极端的就是改革开放搞包税制呢，就是那真是地方财权事权全自主的时代，到朱镕基虽然改变了这个央地粹改关系，但地方的干部升迁依然是靠这个经济锦标赛来完成的。那更不用说后来还有这个4万亿经济刺激啊，棚改货币化啊，地方的手段还是很多的，搞什么大基建啊，搞房地产啊，然后拿这个土地财政收上来钱瞎搞胡搞啊，像合肥模式投点企业啊，就过去地方做了很多的事情。首先呢，我们就不从宏观上说，我们就反正这事儿一细不宜粗，就从细节上来说，确实很多地方权力已经回收了。比如说从疫情之后就回收了专项债，专项债是不计入赤字的最主要的这个地方发债的工具，而且是发债建立项目的工具。那这个工具专项债过去地方是有配合的，到省上你下发下去，你爱建什么建什么。但是从这个你举个例子，就是专项债拿来都建什么了呢？专项债的第一大建立项目就是地方的产业园区，我建个化工产业园，我建个这个半导体产业园，这是第一大项目。其他的就是机场、高速公路啊等等都会来建，包括城市量化。那从应该是23年之后吧，这个专项债的事权就上收中央了，也就是说你地方没有权利决定修什么，你要修什么报发改委，发改委决定能修才能修，你的这个财政项目报财政部，就发改委审批，财政部备案才可以来修，所以地方失去了想修什么修什么权利。第二，从去年开始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以从这之后呢，地方搞新质生产力项目，也不是说每个省都能制定我自己的新质生产力项目计划了。如果你这个省没这个禀赋，你就别想这个事儿了。就是习近平专门说了，不能每个市都有数据中心，不能每个市都做这个新能源汽车。好，所以这个虽然新质生产力是第一大政治正确经济领域的，但也不是每个省都能做。
第三，从今年开始搞的地方补贴清理，就是过去地方招商引资嘛，你做土地补贴、税收补贴，这是你的最重要的手段，不然别人干嘛去一个欠发的省份呢？今年开始做地方补贴清理，违规补贴全部清理，甚至要收回。那么地方招商引资的权利和手段也没有了。好，现在做地方融资权利清理，做这个全国融资平台。那地方过去大家都知道，经常爆雷的什么地方城商行、什么包商银行啊、什么渤海银行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这是地方的小金库嘛。地方过去就是拿土地装到这些银行，再去套资金等等等等。现在这个也没了啊，所以地方靠这个东西来做融资的能力也没了。那现在做什么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那地方过去还有市场准入和监管，对吧？那我这个区域的水泥，那有一个名录，只有你们来做。你是个外省水泥企业，你不来。或者我这里采购电，你是内蒙的风电，我不采购，我采购本地的这个煤电。那现在做这个所谓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那地方的准入权利也没有了。那也就是说，从实质上，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来做经济锦标赛的一系列工具，基本上现在全部就没有了。所以说，你说这是不是中国经济体制有变化？当然是了，但是我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说，就这些年你们是好像造了很多的 GDP， 这个把高铁了、高速了，所有的那么多的产业园区，但是你们也造了很多的债，地方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你们还经常在这儿藏这个债不让我知道，是吧？你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是觉得你们老干一些事儿还不想让我知道，我真的没办法信任你，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这个并照是真的并照，但是这个解法是错的，对吧？就是我们认为解法是你把权力释放给社会嘛，你把资源释放给社会嘛，让社会用这个价格机制来进行。那习近平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我们过去是个地方驱动的发展型国家，那我们应该走向市场驱动的发展型国家，对吧？那习近平不是，习近平要把它改成这个中央项目型国家，就是过去地方发展型国家你们就弄不好，所以我们就搞中央项目型国家，中央搞大项目，地方承接大项目来做。那过去是从省级单位资源从省的角度扩展下去，本来应该走向按照全社会的市场扩展下去，现在从中央的这个一个单一水龙头集中扩展下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问题是真的，就是地方发展型国家是有问题的，中国以省为单位做资源扩散是有问题的，但解决方案绝对不是说那省不行就向中央集中，对吧？我们把钱都拿了回来，我来决定你们怎么花钱。对，而且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大的，也是习近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特别搞这个大集中。因为从朱镕基的时代其实搞了很多国企拆分嘛，比如电信拆成电信、移动、联通，国电拆成2个电网，5大发电拆，当时就是要向国企引入这个竞争机制嘛，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某种竞争啊。但最近搞的全是这个国家集中嘛，南北车合并、南北船合并，然后各个领域都在做合并。那习近平又认为过去做这个国企拆分、央企拆分啊是自断手脚，所以我们过去是为了打破行政垄断来这么做，来引入市场竞争，但现在认为算了吧，就垄断了吧，集中精力才好。所以现在我们又搞这种大集中，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有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的。我们最后再讲这个经济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6张网吧，就是为什么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又选择搞这个6张网，就是先讲讲它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给我们讲讲6张网真的可以替代房地产成为这个经济的新的经济引擎吗？我来说一下：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我看了反正是晕的。我们就来说这个6张网啊，这次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放在扩大内需的段落的，而且就是扩大优质供给，所以这完全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对吧？这是他们认为的优质供给。那什么是劣质供给呢？当然就是重复建设了，新能源汽车投资啊，这高铁啊、高速公路啊等等等等。所以这6张网是优质供给。但我觉得这边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啊，网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高速公路是个同质化的东西，对吧？它虽然形成了全国的路网，但是呢，你每一段地方的高速公路是一样的，每个省你自己去做。但这些网本身呢，其实是有匹配效应的。比如说算力网，那算力网全国就要建立哪些地方来做推理的算力啊，来做训练算力啊，来做储存啊。比如说
贵州做了这个大储存计划嘛，那贵州做了大储存，其他地方可能就不用做储存节点，你就做算力节点等等就行了。所以六张网呢，这种网状建设更适合中央来做协调。比如说高铁和高速公路就很难做协调，但水网就能做协调。比如说要修运河，那肯定不是全国遍布运河，对吧？那运河就要从比如说广西，因为我们要解决海运问题，就要打通广西到中南半岛的这个陆运，所以广西要修运河，这是国家级政策。所以我觉得网有这么几个好处啊。第一，它还是路径依赖，这是国家最熟悉的基建驱动经济。虽然他说什么这是优质供给，说白了就是基建嘛。但第二呢，它跟传统基建又不一样，它不是地方可以主导的。比如说我给地方说你要建这个水网，其实地方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建？那必须有国家顶级规划，我才知道这个网长什么样。它变成一个国家项目型的网，而不是过去分散型的网。第三呢，这些网说起来啊，你看还跟这个产业升级有关，对吧？不管是物流网啊、算力网啊，这跟未来的这个工业互联网啊、数字治理啊、人工智能也有关系。所以这还不是传统的重复建设，这些虽然是基建，但这个基建呢有助于未来的产业升级，这就是习总的既要又要部分啊。第四，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经济制度有问题嘛，制造业不行嘛，那至少它可以短期解决国企啊、制造业啊、金融体系现金流嘛，这个水下得去。所以说我觉得这取代了传统的房地产投资引擎和传统基建投资引擎，来搞所谓的六张网。而且六张网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内需、扩大优质供给，这是他在这个段落里面的，这是他的想法。而且这个想法为什么好呢？就是它是更中央式的一个东西。当然我觉得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个东西啊。为什么荒唐？你说一下，就说它真的可以替代房地产吗？真的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吗？它能够成为短期引擎，就这个钱你非要去建算力中心能算。但我就给个数据吧，中国的算力中心的调用率极低，就中国各个企业自己的算力中心，因为搞这个 AI 嘛，所以调用率极高。中国各省的算力中心的调用率不足30%，所以这依然是国家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宏观的可以精确调配的计划，但实际在地方上它依然是过度建设和资源错配。我觉得这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中央认为它可以从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制定一个精确的计划，但实际中国太大了，你没那个能力，你也预测不了未来产业的发展，你也预测不了真正的需求在哪里，所以计划经济必然低效的诅咒在这里依然存在。就你搞这些东西你觉得有用，但实际结果就是全国地方国有的算力中心的调用率不到30%。一方面是你浅显的东西卡都太没有用了，就那些卡的质量太低了，今天也没用了。第二就是你根本没有配置在真正需要用算力的地方，现在不是那么组织的，所以说还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现在建长城还有用的话，它可能也会建长城的，也是一个网，好吗？也可以建成一个网。那这次会议他提出来要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就说明他意识到了就是巨额顺差正在引起国际反弹，但是呢，就是如果不提高居民消费，不改变对制造业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贸易怎么可能真正走向平衡？我就说，这习近平是相信可以在不改变增长模式的情况下缓解外部压力，还是觉得这个贸易冲突是产业升级必然承受的这个一种代价呢？还是怎么呢？我有点看不懂，就是他们就不在乎吗？看，这也是一个既要又要的点。就是我觉得对国家来讲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短期问题，这不是一个严重问题，不然它的位置不会这么低，因为贸易已经排在这个经济段落的比较靠后的位置上了，而且这是被国外逼的嘛，尤其最近中国跟欧洲的贸易战打得非常厉害。他怎么会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很那个？这全世界现在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已经是如临大敌了，好吧？可以这么说，我一点都不夸张。对，这个是真的，但你也知道中国有一个斗争精神，你越提我越觉得不是问题。就比如最近那个是商务部又出来说这个产能过剩是假议题，那明明你自己已经搞治理国内产能过剩治理了4-5年了，现在美国出了一个产能过剩301，你就出来说产能过剩是假议题，对吧？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思路嘛，就是斗争嘛，就是如果你不说，我可能会觉得贸易平衡是个问题，如果你来提贸易平衡是问题，那我就要提贸易平衡不是问题。这个中国政府的对外思路这又不是小孩儿，对，就是逆反，是不是？就是逆反，这是逆反。但是他还是想做一部分啊。但一般人都会认为中国贸易失衡的根本问题是内需不足，你扩大内需就有进口了吧？有进口不就解决了吗？给大家发点钱，提供一些这种的失业保障，然后怎么想着创造就业？对，但习近平会认为，就算我们要平衡一下外贸啊，不用这个方式，他们用什么方式呢？还是用政府主导和计划的方式，
就是双向流动啊。既然你觉得你来我们给你的东西多了，对吧？那我们的企业去你那儿投资不就好了吗？所以如果我们的企业去到欧洲、东南亚、拉美设厂，不就可以缓解对于中国进口的统计压力了吗？而且这个还可以促进我们的扩充，比如中国的这个芯片企业去马来西亚建个数据中心，直接给你出口3-5千亿，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还可以促使中国技术扩展，对吧？所以对习近平来讲呢，不用给老百姓发钱，国家主导，国开行提供一笔钱，你们去海外把厂建了就可以解决。但是这又是既要又要，今年上半年又出了一个海外投资规则，既管个人海外投资，也管企业海外投资，海外投资都要审核。是因为呢，其实这些投资啊，又涉及到什么资产转移啊、外汇流失啊、国内的利税和这个工作机会减少啊，所以就算是他们想做这个什么叫扩大双向流动，让中国企业去海外，他也是不能够大大方方的做，他一样觉得这事儿做多了吧，这个国内的利税怎么办？国内就业怎么办？这万一就资产转移了咋办？所以说 anyway 他的 mindset 就是一个怎么什么这么纠结的一个人呢？特别拧巴，就特别拧巴，不是纠结，是拧巴，是对的，对，特拧巴的一个特拧巴，这个就各种拧巴。我们回到刚才你说的，就是形成一种新的这种经济模式吧。就是你还跟我说你有一个判断，就是你说自由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死亡。我听了这个我就想说，你说的自由主义经济具体是指什么呢？就中国过去真的有过这种经济吗？就还有这个全面死亡又是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给我们说一下，你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当然我这个话也是这个危言耸听啊，但不全是危言耸听。就中国肯定搞过一阵儿这个自由主义，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嘛，中国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搞这个打破行政垄断拆国企，这就是往里面注入自由主义市场的部分。所谓自由主义市场很简单，就是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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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国外为什么搞反垄断法，想把那个 Google 拆成好几家企业，对吧？我们都觉得美国人你傻吗？这不是自断手脚吗？你们有这么强大的企业，为什么把它拆成3份呢？就他们有一种这个刻在骨髓里的一个执念，就是这个东西削减竞争，虽然短期看着挺强大，长期不好，对吧？所以自由主义就是竞争竞争竞争，充分竞争。那中国以前是有充分竞争的，首先中国确实搞过一阵民营企业有点空间，不然这些马云马化腾怎么做起来的呢，对吧？那现在呢，我觉得是从3个角度全面的回潮，所以说我叫自由主义经济已死嘛。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央地回潮，就是地方政府又有空间彼此竞争，搞这个经济锦标赛。现在我刚才已经讲了，有6个地方政府过去很实际的经济手段，现在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后退。第二，国有企业彼此竞争的后退，我们从国企的分化到国企的大合并时代，导致国企彼此的竞争没有，现在就是搞这个叫什么，他们叫什么，还有个词儿呢，好像叫一业一企，就一个行业就一个企业。真的吗？对，好像有这么一个词儿，我可能不是 exactly 那个词儿啊，但是类似的一个词儿，就是一个行业就一个企业就来搞，那国企竞争没有了。第三个就是市场跟国家体系之间的资源分配，那过去像还能搞民营银行嘛，什么民生银行啊，来给中央企业做贷款啊，等等等等。那现在整个资源体系和金融资源分配就是大幅度的国进民退嘛。现在从他们搞这个理直气壮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到现在，那民营资本能获得的钱就是越来越少，所以说民营资本的竞争动力越来越少。现在就是包括外资也一样啊，最近 FDI 年年为负，很多外国企业都把中国的部分出售了，星巴克、麦当劳，现在 Elon Musk 可能都要把那个特斯拉工厂卖给中国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导致过去3个角度的竞争，地方企业之间的竞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竞争和国有企业体系内部的竞争，这3个全部在消弭，对吧？都在向这个中央的规制集中，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的这种自由主义经济要素吧的全面死亡。从每一个角度我查了一下啊，你刚才说的一业一企，这个是22年的，22年9月3号是国资委提出一业一企、一企一业新格局，解决小散弱问题，总之就是要大幅度的来。对，大幅度并购，这名字足够直白了，就是搞这个不要竞争。一业一企，一企一业在竞争个屁，所以他们认为唯一的竞争就是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干掉了，方便搞国际竞争，对，大概就是这个想法。但这个对国内来讲，你的彻底的回潮，对吧？彻底回潮，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什么叫做这个自由主义全面消亡时代。对对。但是我们来就是展望一下吧，给大家想一想，肯定就很多的听众他们就会说没有大规模刺激，然后呢，政策的这个重心又转向这个重组
党国的这个经济机器。这个呢，就是以后中国的这个经济秩序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还有就是这种模式的增长的动力是什么？然后这个最后谁受益？谁会成为这个代价或者牺牲？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好回答的，肯定我们是代价，但是我从前面慢慢推到这个必然的结局啊，就是我觉得肯定没什么好结果，这不是我非要唱衰它，有几个点，就现在搞这6张网啊，算力、电网、水利、先进制造等等等等，投资额很大，但是比起过去他们搞那个内需、房地产、基建、零售和一般服务业，它吸纳就业的能力其实很低。所以我们短期可能能看到固定资产投资恢复，能看到 GDP 恢复，但居民收入和就业恢复不了，它的就业乘数会非常非常低，这些呢都是高度资本密集领域，所以国家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呢，解决不了就业和收入的问题，而且可能会让就业和收入问题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现在其实这2年应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有疑虑吧，中国从根本上缺乏引导民营经济生产新就业和推动分配向居民端的市场能力是没有的，所以说，而最近这个6张网和他们这个资本密集型投入只会加剧这个问题。好，这是第一个间接结果啊，就业乘数会降低，就业和收入问题会恶化。第二，那么他们这个新的供给端扩张，国内最终需求也不可能好，就他们希望通过什么所谓的有效需求增加，什么养老、旅游、6张网。我们绝对看不到 CPI 和 PPI， 今年上半年数据好，那是因为钱到不了老百姓手里面，怎么可能这些去花钱去旅游去养老呢？对，所以国内需求不足，同样的，而且因为我们刚才说那个既要又要，贸易顺差还会再扩大，它也不能够痛痛快快让企业去国外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贸易问题也解决不了，国内需求一样会高度不足，这是问题。第三，我觉得地方的主动性会下降。他们应该会从治理这个新型政绩观很快转向治理躺平，因为我觉得我要是现在地方主官，好像除了躺平之外，等中央项目、等中央命令、等中央文件、等中央资金，除了之外我也不能干啥，因为我随便一动就是盲动。而且要很明确的命令，不明确我就不动，我也不敢动，只能这样子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地方主动性会下降，地方主动性下降会有一个问题啊，这不是官员的问题，因为地方是负责事权的。地方秩序、地方治理、养老、这个医保都是地方在管，所以说地方主动性下降就代表地方治理能力会下降，这个普通市民就能感受得到。应急管理啊、救灾啊、安全生产问题频发呀、灾害对应不足啊，都会出现。第二呢，就是金融风险进一步越拖越大，因为这几年化债很明显没有特别好的结果啊，然后这个新的东西。虽然国家不想它形成新债务，但你建这6张网不可能不形成地方新债务，所以实际上地方新债务又会不可遏制的在这个6张网情况之下继续扩大，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新的水利网、这个物流网能赚回钱来，跟过去的一样，所以实际上他们想解决的旧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就中国看上去经济做了变化，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想提高效率、降低风险，但我认为风险一样还降低了效率。这是个情况，所以这是一些中间阶段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新的这个把这个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一点不会成功。好，那谁来承担啊？对，先说一下谁受益，有人受益吗？没有，他自己的自尊心受益吧，其他我不知道谁受益。没有，我真的我们实际来说啊，相关产业肯定是受益的。你是中国做这个机柜电源的，那你受益啊；你是买中国机柜电源股票的，你可能能受益。你买长兴储存的股票，你受益，长兴储存受益啊，这些是受益的点啊，包括在这个角度上，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嘛，被习总认为你这个地方有资格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地市，你能受益，对吧？你就搞呗，那其他地市就不受益，所以这些是受益者。谁不受益呢？因为现在银行啊，你看要进一步去吸收地方债，进一步吸收房地产和中小企业银行的风险，那谁少损呢？普通人的存款和金融消费，因为中国已经时日进入到这个几乎零利率的时代了。大家一定要看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能认为零利率好像无所谓，那凭什么美国现在 3.25 利率你不能把钱换成美元去买美债？日本人都可以啊，日本零利率啊，大家全换美元去买美债、买美国股市啊，那中国人凭什么只能配置零利率的存款？对吧？这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成本。
所以普通人在吃金融体系低效的成本，是银行就你们利息都不给了，来换取银行有一定的空间去搞那些破事儿。所以这是第一，中国金融体系的臃肿和低效是普通人和金融消费者来承担的，这是第一个承担的。第二，民营企业承担反内卷，对吧？那反内卷其实就要行政集中嘛，那行政化的产业治理反内卷，而且这个银行信用定向到政府选择的企业，那如果你不是头部企业，不是国企，不是政策认可的企业，就没有啊。那一般的民企你就要融资困难，而且你的需求不足，整个社会需求不足就要影响你啊。像中国现在中档的这个食品企业，海底捞这些都非常难过，就每年这个利润2位数下跌怎么办？民营中小企业你就要承担成本，因为在这么一个经济体制之下，你就是拿不到资源的那一方。当然家庭财富继续承担成本，因为在这次的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文件里面啊，房地产已经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了，所以说2、3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下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这个房价继续下跌就要削弱居民的这个财富等等，而且啊这个养老金啊医保啊现金转移没有以这个同等规模扩张，所以家庭还是需要自己储备来承担养老医疗住房和就业风险的。所以这部分居民自己要承担未来的经济风险，要承担资产收缩的风险啊，这是受损的。当然还有就是地方政府，就是那些地方政府要受损，就比如说你现在是这个甘肃省省委书记，你的四川省省委书记，你真的很难做，没有土地，没有融资，没有补贴，没有招商工具，没法发债，但就业要保障，公共服务要保障，化债要保障，三保要保障，维稳要保障，你还想进一步升迁，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了，还要被反腐，还要被反腐，监察委3天2头，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也是要承担代价的，我觉得大概是这些人承担代价吧。这些人加到一起可能7、8亿人吧，可能我不知道，可能更多，不止7、8亿人了。对，你想想还有老百姓呢，大家哪个谁没有存款啊？对不对？对。我前一阵子写了一篇，就是因为这个附图了，打击附图这些的，就是我看了一下，中国老百姓真的好可怜哦。存款那么多，70%都是定投的那个利率好像也就1点几吧，然后就是不让你出来，等于说把大家的存款都给它放在一个锅里面，用锅盖盖住了，你也没有办法出来。现在5万美元的这个兑换也是越卡越严，对，就是换这5万还得对，还得提供各种材料证明你真的要出国，可麻烦了。对，我实际上最近其实想的挺多的，我就想着，你看你现在说的这个，就是他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中央这个，然后连地方都权力这么少，就不要说普通人了，就是你对你的钱的这个决定权越来越小。对，这有点扯远了，但是我觉得和你说的也还是有关系的。就是当然是大的经济政策最后落到普通人身上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后大家是特别关心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容易体现出就是普通人能够感受到是选择权越来越少嘛。我觉得选择权的缩减来源于2方面，第一方面是确实他虽然说什么市场供给啊，但是在这个市场竞争消弭的情况之下，你能够选择的就是越来越少。比如很多外企退出中国啊，很多地方的小企业消亡啊。我说个最简单的，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消费有一个2端分化，就是第一呢，过去有很多地方的食品企业、牛奶企业，现在基本就是伊利、蒙牛城上大集中。现在可能北京、上海的地方乳品企业还能够维持，很多小地方早就被伊利和蒙牛并购掉了。所以你要么去买就是全国连锁型超级 mega 大企业，要么就是拼多多这一端这些 OEM 厂商的白牌产品，就是过去有旺盛的中间这段的本地商业和本地品牌，你就选不了了。那这个选不了，不是说你选择的丧失，背后是一堆企业家和就业和利润生产能力的丧失，对吧？所以这就是还有消费者的丧失，消费者丧失啊，没工作了就对，真的是。就我觉得居民能够体会到的就是你第一就业选择的丧失，这个我都不用举什么东西，大家已经用脚投票了，这么多人考公考编。就这个情况之下还考公考编，你就能感觉到实际上社会能够提供的选择，大家认为好的选择是很少的。第三，投资选择也在减少。你过去投美股，过去还有一些可用的什么信托啊、有益的理财啊，就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存款能涨到这个地步？就中国存款利率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大家还是存款，说白了没有别的投资渠道嘛。
你看美国和日本，实际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外汇的、股票的各种其他投资渠道，存款率没有这么高。中国人又不是傻，如果真的有合理渠道，谁愿意钱就变成存款，领那个几乎零利率的东西摆在账上呢？你的这方面的选择也很少，所以现在我觉得居民能够感受到最直接的就是没得选，消费、就业、投资都没选择。那没选择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希望比较少的生活。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应该推荐不出来3个，因为最近的这个阅读和这个信息摄取都大规模的 AI 化了，所以这是个问题。你不能这样啊！不，这是个问题，但是它确实促使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但是你越来越 AI 化了。对，我实在很难憋得出来这个书和电影啊，这不是最近的，但是我就诚实的面对自己，既然疯狂用 AI， 给他推荐 AI 使用方法。就是最近 AI 有一些趋势，就是它的前沿模型比较贵，而且前沿模型呢，它的能力分化太强了，导致普通人平时用的那种小型任务，如果你用前沿模型呢，它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它就疯狂在那瞎计算，就完全以无必要的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全部把它改成，对，特别啰嗦。但你全部把它改成最小的模型呢，你又第一不放心，你又觉得我凭什么要用这么低质量的，你又觉得质量不够好。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大家要逐渐适应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未来一定会有人开发成专门的产品给你，但现在还没有，大家现在自己弄吧。就是你用 Fable 5最前沿的那个来做分包，让它来像指令官一样，它来判断你的任务该用什么，它去操纵 GPT 的一众模型，或者它去操纵 GPT 用 Sora 去完成它。所以说你可以用它来做发包员和质检员，比如说我就确定是它来做所有的事情，而且它每15分钟检查一次 GPT 现在有没有 overthinking， 有的话它就去停止它就去弄。而且你这么弄了之后呢，我甚至现在睡前有一个办法，因为它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去 check 嘛，我就睡前说你自己想一个没有那么重要的，但是你能够直接做6个小时的工作自己先做，然后我起来之后再跟你说，然后我就睡觉，他就自己找一个 side project 能做6个小时的去做完，然后早上。比如说什么呢？这个我都不知道。对，他是在我的一个大项目之下，他去找一个能够自主运转6小时的项目去完成。对，天哪，就有了这个 Fable 5做这个发包和这个质检之后呢，我觉得整个这个体验大幅度的提升，就像是雇了一个人一样。你用 AI 实在是太厉害了，你真的是我一直都是说那个后尘应该给我们讲课，对，讲没问题。对，讲一下怎么用 AI。我来推荐一个吧，我推荐一个播客，当然就是很不好意思，这个播客呢是英文的。我是很喜欢看小说，这个是 New Yorker， 它有一个叫 Fiction New Yorker， 它那个小说的播客，就每个月的1月1号。他们会找一个作家来从纽约客过去的发表的小说找一篇，然后让这个作家来读，然后这个作家和纽约客的这个小说的编辑，他们俩来讨论这篇小说。就是我每个月，所以他会完整读一遍再来讨论。对，完整读一遍，一般差不多有1个小时。这期是讲村上春树的，就挺有意思的。我就很享受这个。我每个月最期待的播客是1号的这个小说的这个播客。对，推荐大家当然不好意思是英文的，你们喜欢英文、喜欢小说的人可以去听一下。对，很有意思，我去试一下。好，谢谢后尘，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不明白播客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采取更多行动来支持播客。YouTube 频道上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并点击小铃铛打开提醒，以便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节目。我们也呼吁大家主动给节目点赞、留言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每一期节目的友好互动对播客来说都是继续走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希望力所能及的朋友们能加入我们的 YouTube 会员，或者访问不明白播客网站捐赠页面，参与单次或者月度的捐赠。
直播、talk show、下午茶、专题，我们希望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谈话、及时的资讯与专业的分析，这都需要更多人员和资金的投入。欢迎点击不明白播客简介上的链接或本期的 show notes 来支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